动了底层的福利，就是动了顶层的奶酪。在1890年的德国，这不仅仅是一句潜规则，这是一道送命题。当一个老实人试图把餐桌上的面包分给穷人时，他没意识到他手里拿的不是餐刀，而是割向权贵大动脉的镰刀。1890年，德国正南发生了一次地震，控制狂俾斯麦下岗了。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急需一个政治备胎，他的要求很简单：听话，没野心，用来过渡一下，等我玩明白了就踢开。于是，列奥圣卡普里维将军被选中了。在皇帝眼里，这个59岁的单身老头简直完美，过着斯巴达式的苦行僧生活，没老婆没孩子，在政坛没有死党，说白了就是个完美的孤家寡人，用完即弃的工具人。但威廉二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老实人就没有脊梁。这个老头虽然不懂权术，但他懂良知。卡普里维上台后看了一眼柏林的工厂区，心凉了半截。那时候的德国工人活得不像人，每周7天没有休息，每天长达12小时，中间仅有30分钟的休息。于是这位临时宰相背着皇帝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当时也被称为新路线。他说13岁的孩子应该在学校读书，而不是在煤矿里咳血。于是他禁止13岁以下童工。他认为上帝造人还需要休息1天，工人为什么不行？于是他强制德国的工人周日休息。他觉得一个女人是孩子的母亲，她们肩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因此他限制了妇女工作时长。这在今天看来8小时双休是常识，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看来是造反。卡普里维天真的以为只要国家对底层好一点，戾气就会少一点，国家能够更加的美好，大家都会很开心。但他不懂经济学的残酷，利润是守恒的，你让工人多休息1小时，资本家的账本上就少了1块金币。如果说卡普里维推动劳动法只是让资本家肉疼，那么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容克地主们对他起了杀心。当时的德国粮食贵得离谱，因为地主们为了维持高利润，逼着政府设了极高的关税壁垒，只有挡住俄国和美国的便宜粮食，德国地主的这碗天价饭才卖得出去。全体德国国民被迫为了供养这几千个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支付了全世界最昂贵的面包账单。但是老百姓饿极了是会造反的，贵族们不傻，他们知道必须找个替罪羊。这时候犹太人就是那个完美的靶子，因为他们显眼，犹太人多从事商业、金融和零售。当你买不起面包时，你第一眼看到的是谁？是那个卖面包的犹太店主，是那个借钱给你的犹太高利贷者。因为他们没有权利，骂贵族会被抓，骂犹太人却安全得很。于是保守党，也就是贵族的大本营，开始疯狂开动宣传机器。看啊，那些犹太金融家控制了金钱，是他们的贪婪导致了物价上涨，他们是寄生虫。德国的百姓不明白这其中的门路，但卡普里维非常的清楚，他把关税墙给拆了，他跟几个邻国签了贸易协定，降低关税，让便宜粮食进来。这一招直接把面包价格打了下来，让穷人活了命，但同时也把容克贵族们的暴力给打没了。一夜之间，那个由几千个大地主组成的农业联盟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怒吼。这个宰相是叛徒，他在用外国的粮食谋杀德国的农业。卡普里维的最后时光是一场令人窒息的孤立无援，权贵们恨不得拾起肉寝鸡皮，骂他是犹太资本的走狗，毁了德国的传统，其实是毁了他们的钱包。他想讨好的工人们也并不领情，社民党觉得你给的这些只是面包屑，我们要的是夺权，于是罢工闹得更凶了。那个让他背锅的皇帝威廉二世此时一脸嫌弃，我让你当宰相是让你来平事的，不是让你来当圣母的，既然怀柔没用，那就开枪吧。卡普里维拒绝了，他拒绝向罢工的工人开枪，也拒绝向贪婪的地主低头。1894年，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将军在众叛亲离中交出了辞呈。他离开柏林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历史总是这样荒诞，迎来了一个试图把人当人看的好人，最后却发现好人在这个修罗场里根本活不下去。其实历史给过德国民众机会，给过他们避免成为炮灰，让经济良性循环的机会。卡普里维给德国描绘的未来其实很无聊，没有激昂的扩张口号，只有便宜的面包和牛奶，没有威震世界的无敌舰队，只有不用加班的周末，没有把邻国踩在脚下的霸气，只有和和气气的贸易往来。这对普通人来说明明是最大的福报。这意味着你的儿子不用去当兵，死在战壕里，你的女儿不用在工厂累到吐血，你的餐桌上能有肉吃。但当时的德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像中了毒一般。卡普里维的那套东西在他们眼里太窝囊了。容克贵族说，跟俄国人和平共处，这是软弱，我们要的是征服。狂热的民众表示，在这个小圈子里过安生日子，不，我们要阳光下的地盘，我们要日耳曼的荣光。人们宁愿饿着肚子听皇帝吹牛，也不愿意吃饱了饭听宰相讲道理。他们觉得卡普里维不仅是个老实人，更是个没出息的人。在这个卡普里维下台20年后，也就是1914年，当年那些嫌面粉关税太低的地主把儿子送上了前线，当年那些嫌国家不够霸气的工人在凡尔登的战壕里被毒气烂掉了肺，当年那些嘲笑卡普里维软弱的知识分子看着国家在饥饿和战火中分崩离析。当一个时代的洪流开始嘲笑善良，开始鄙视安稳，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